根源重塑发型蛋白，3天持久弹韧亮。本节目由潘婷胜肽泡蛋洗护冠名播出，启富 HMO 全球前沿 HMO 科技衔接母源自护理。本节目由启富 HMO 赞助播出。浪漫自有归途，天猫陪你奔赴。本节目由你的心动好物推荐官天猫赞助播出。明天将迎来海岛生活的最后一个约会日。帮你遮住。对，但是你站得稳吗？喜欢，这是喜欢。头还香吗？头还香吗？滚发烧这个真的是非常暧昧的一个举动，这简直了。所以我这样带刺的说话，你觉得还好是吧？因为我能理解，因为我能理解啊，他好贴心哦。哎，半熟旅程过半，接下来的旅程即将迎来现实的考验。如果已经确定，请按下按钮；若尚未确定，希望你在剩下的时间里找到你心中的答案。现在请你慎重选择。哇，海岛中选，还有故事。根源重塑发型蛋白，3天持久弹韧亮。本节目由潘婷胜肽泡蛋洗护冠名播出，启富 HMO 全球前沿 HMO 科技衔接母源自护理。本节目由启富 HMO 赞助播出。欢迎大家！这里正在进行的是由腾讯视频自制的轻熟龄恋爱观察类真人秀《半熟恋人》第5季。大家好，我是纯叶，让我们欢迎我们观察团的成员，欢迎沈一菲老师。大家好，我是沈一菲。欢迎依林。欢迎光光。Hello。本期我们的半熟观察团有一位全新的朋友，让我们欢迎干练、独立，但在感情里呢格外纯粹的跨界观察员雨桐。欢迎雨桐。Hello，大家好，我是孟雨桐梦梦。还有一位就是我们很熟悉的女嘉宾理想型第3名，欢迎李小雨的智胜。谢谢。上一期是广智，他上次过来的时候，他官宣了恋情，官宣新 CP 了。哎，你觉得他谈恋爱之后有什么不一样？对我确实冷淡了。那是应该的，不然嘞。但是他跟我们分享的时候是刚刚谈了1个月，晴天霹雳。我现在无心录节目。你怎么想？我来的不是半熟恋人吗？怎么有点再见？想想你的第3名，抚慰一下你那个受伤的心灵。疯了啊！我们来跟新朋友聊聊，因为梦梦是第1次录恋综吗？完全是。哇哦！但是我是老恋综人，所以这一期半熟里面最让你那个关注的呢，其实是 BK 和塔塔，因为他们2个既有那种成年人的理性和克制，又有校园爱情的纯爱的感觉。对，我们刚刚说姐弟，还有关关和依林。对啊，我刚想到了什么？谢志林和夏晨光叫欢迎光临。还不错哦。好，每个人都对于这个感情线有自己分别要关注的。今天这一天对于半熟所有的嘉宾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天。对，我们今天有一个特别值得大家关注的环节的设置，叫做真心叩问。真心叩问这个环节之后，大家将看到的就是海岛的中选。在这里，只要嘉宾按下这个按键，代表的是什么呢？2重意思。第一个就是你是愿意以恋爱为前提和心仪的人要继续相处的。第2个就是按下这个按钮之后，你就将代表不再会和小屋的任何另外的其他人有感情的互动。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选择。就是这个灯按下就代表着不能摇摆和犹豫。是的，那还挺难的。林李正跟慧慧虽然进展很快，但是还是有很多考虑，毕竟因为慧慧她是想要结婚的。对，我觉得爱情里最大的魅力就是你会发现，它不是完全可以靠理性控制的。是的，我的理解可能是，现在这个按键更像是对前面那段感情，我做了一个确认和选择。对。
这次我们的终极选择呢，结果呢确实是有一定的难度系数。那我们这一期在录制之前，我们在节目的官方微博发起了一个集赞的活动。那么网友们通过集赞成功呢，帮我们成功的拿到了一条提示信息的解锁，谢谢大家。我们一起来看看提示信息是什么。他打过羽毛球，打过羽毛球，羽毛球好多人都打过，在那个草坪上。对啊，我觉得肯定是塔跟那个 BK 会摁的，林李正跟周老板、幼玲他们会不会摁呢？所以我们今天呢，就会在小屋当中，通过他们相处的一些故事，来追踪一下他们情感发展的脉络，一起来看看今天的节目吧。半熟旅程过半，接下来的旅程即将迎来现实的考验。你是否已经有唯一清晰的心动答案？认定对他的好感浓度足以发展成恋爱关系，与他携手进入下一阶段现实之旅的考验。这规则也好，帮他们推动一下，内心梳理。如果已经确定，请按下按钮。若尚未确定，希望你在剩下的时间里找到你心中的答案。现在请你慎重选择。哇，开始来了，这个确实值得期待。它是一个非常确定的答案，也是需要你用很负责的态度去面对这件事情。轩轩和小文很有可能会按，我觉得不能说是一个终极选择，但它是一个阶段性的岔口。如果说我们去到了现实生活中，可能彼此的三观会不一致。卡片上写的是，就直接是确定恋爱关系的那个状态，那我感觉可能这个选择也有风险。你选择了这个案件，就代表你不可以再跟其他人也联系了。哦。你要说100%的勇敢，可能会有所顾虑。成年人的心动真的很难。逆转什么啊？感觉精彩的故事要发生了。哎呦，竟然眼睛都晃掉了。卓哥，我卓哥。欢迎来到半熟恋人海岛真心叩问。今晚不欺人不自欺，你可以沉默，但不能说谎；你可以情绪翻涌，但不能逃避。接下来把时间交给你们的真心，你可以点亮旁边的真心灯。到目前为止，你付出了多少真心？0到10分，给自己打个分。7分。7分。我觉得7分是一个，有勇敢、有付出、有试探的一个界点。那剩下的3分可能是需要通过对方的反馈和2个人的双向奔赴来共同完成，所以我觉得是7分。经过这段时间的相处，你的心动方向是否清晰？是一人或多人，还是空白？
怎么讲呢？我觉得现在可能还没有让我有心动的人，但是有想要了解或者说有好感的人吗？来试一下。哎，哦，她是那个慧慧。对，完美丝滑，确确实实跟机会的相处是有一点在朋友之外的一些好感和一些情愫的。就我想来想去，我觉得还是想问问你，就是如果你觉得明天可以的话，我们就再聊一聊。我觉得从踏进小窝的第一刻起，一切都是由心动来出发的。对，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不能够欺骗自己的一点。他需要长期的相处，才能慢慢的了解他更多的闪光点。哇，放弃炫。我觉得对西会的感觉还是停留在可以去了解的一个阶段，还差了一些真正意义上心动的感受。好可惜哦。小屋的时光虽然已经过半，但是我觉得我对小屋后面的时光，我觉得我还是有一些期待的。对，结束了，结束了，讲完了。我俩上去啊。好，拜拜。哇，哎呀喂！人生总有遗憾。你的头也很小，我感觉。但是我拍起来就头很大。你的头肩比很好，你都不用垫肩。慧慧还是让我有心动，很舒服。寄语。但是，我看到他对我的状态，对别人也是一样的。我没有感受到偏爱吧，因为我也很希望能够得到别人的偏爱。但如果他甚至在偏爱别人，这个是要放冰箱。昨天约我是约我一个人，还是约所有人啊？我只约了你。感觉他跟别人的交流比我还多。别。这个时候我可能会有一点点害怕、退缩。我确实有点情绪，我不知道为什么，尤其是你跟李正我们3个在一起的时候，我总感觉我有点。李正来了。Hello。我先跟他单独聊会儿天，好不好？行，你聊。就感觉我好像内心有一种跟雄竞还是怎么的。但是我觉得其实这另一方面会说明你是一个很简单的人，就是你会把你的想法直接直白的说出来。哎呀，好，你说往好了是这样说，但是我就思考，我对朋友其实不会这样，就还是因为是我有期待，就是因为我发现，哎呀，在乎这种东西会使人状态变形，会让我当下控制不住我的情绪，就是我会带有刺头，然后话连话就出来了。但是我就是在跟李正聊天的过程中发现，对，就是会有想要去了解他，所以他也很明确的跟他讲说，我喜欢李正，也挺好的，都很明确自己的心里的想法。如果我看到对方在犹豫，他在思考，以及他可能有自己的想法，那我不想给他任何压力。我希望，只是哪怕在他身边陪着他也可以。他也放弃了，放弃了。寄语是来得太晚了，时间太短了，真的太短了。我觉得失落肯定会有，但是这不才一半行程吗？这才哪到哪，拭目以待吧，说不定我就上车了呢。对。Hello， 朋友们，嗨，兄弟，你咋回事？如果感到快乐，你就……你怎么这么轻松啊？因为我就是觉得每个人都是在自己的人生里男主角啊。那是。现实生活中也是的，不坐第一排我不去的。我喜欢的第一排，我也要坐第一排。我在我的人生里不是男六，但我是个老六。对，说得好。我开心，舍不得大家。这男孩也挺优秀的。这些人我在现实生活中认识，就是朋友啊？真的吗？你就是寄语你认识他，所以会看见还会觉得挺奇妙的。第一排来咯。你的心动方向是否清晰？是一人或多人，还是空白？只有一人，这个人是杨希慧。哇，太直球了，太直球了！你在这段旅程中还有过其他心动的人吗？有，
另外一个是徐绿阳。还有柳柳。一开始我对他有好感、产生兴趣的时候，我觉得他太牵动我的情绪了，然后会有一些害怕的点。害怕的点是我这样做他能不能接受，就是我这样子提问他觉得冒犯吗？然后我要为他做点什么，我说的话对他受用吗？就是我们合适吗？就是很多胆怯和不安，然后会有一些内耗吧。哎，真的很像那种恋爱中的，就是男生一直在想的时候，他的情绪就是很那什么，但是他很明确的时候就不会。唉，怕发的大哥，那就挺明显的。会有点难受吗？会有点失落，不能说难受。一点点，就是我有点不知道绿阳在想什么。我觉得如果进行了这么多次沟通，都还是让自己内心很乱，我觉得我们两个就是比较不太合适。他也是想得很清楚，很果断。我意识到我要做我真正的自己，让那个欣赏我的人出现。下次如果我有邀约机会的话，我约你去做手工吧。你喜欢做手工吗？好帅啊你！谢谢。随便摆一下都是一个型男，太帅了。你真的长得很漫画脸。漫画我还好，感觉我真的胖。我看那边，我喜欢这边。我也喜欢这边。那边好像有个酒窝是吧？我想想有个括号。因为慧慧在一块的时候就很自己了，突然一下就丰满了。慧慧也会给他一些鼓励和情绪价值。你那个天生那种建模脸嘛，就随便拍一下不就是帅吗？就是。终于有人懂哥了。终于有人懂哥。我可以肆无忌惮的做自己。我觉得我在他面前，我可能是一个时而活泼、时而严肃的人。他真的很吸引我，然后想让人主动去靠近。很开心看到他们有这种笑容。坐我这边来。站不下这样，好一点不？好的，我是故意的。这种直球又不肉麻，青春电影。这种姐弟跟那个 PT 又不一样哎。对。但是你站得稳吗？站得稳，就是要你主动牵我的手。他像小太阳一样，跟他相处的时候，真的可以全身心的做自己，不用刻意的干嘛。然后我可以很舒服的去享受，感觉今天就算没有任何项目，就跟你这样坐在这边，吹吹海风，这样子也很惬意，很开心，真的。你是否已经有唯一清晰的心动答案？如果已经确定，请按下按钮。哇，好帅啊！这个没有1秒，没有1秒犹豫。不要破坏道具好不好？他想要它一直是亮的，他不希望他们。他的意思是说，你让我再选3000次都是这个选择，都开这个灯，都开这个灯。哎呀，可以了，兄弟。真正认识希慧的话，可能是只有3、4天的时间。我知道这时间对于一个恋爱的确定性的关系太短暂，但是我亮灯的很大一个原因是，在这个小屋里面，我只想认识希慧，哪怕希慧没有亮灯也好，或者觉得我们最后不适合在一起也好，我也是想说明确一个态度，就是我下定决心的想要认真的去了解希慧。对希慧的好感也是认真的。他很反差，因为他脸其实很冷，对，但他的态度都很行为对很热烈。看到希慧了吗？看到希慧了吗？你在这儿呀。按完之后第一时间就去找希慧。哎呀！而且这个时候慧慧应该不知道。对，你一直都在这儿，没被蚊子咬。挺好。咋啦？没事，他大哥点的东西到了。刚就到了，吃不下了，今晚不会再吃任何一口。厉害，挺好。我觉得爱情会加上勇敢的人，爱情会加上勇敢的人，对，这也是勇敢的人啊。
你的心动方向是一人或多人，还是空白？艺人，周幼霖。直接2番。没有什么好犹豫的，没有什么好纠结的，按就完了。这很符合他的性格。对，我觉得丹琪一直是很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对。我以前觉得我是怯懦退缩的人，但实际上在这趟旅程中，我觉得我有勇敢。我一开始可能是有一些茫然的，分不清这些好感是友情还是可以发展成恋人的爱情。来了海南之后，我就感觉有恍然大悟一样。截止目前，心动值最高的是哪位？周幼霖。哦，周幼霖，他真的好霸气。对，周幼霖跟幼霖的相处，就是那种非常好的、很放松的、很舒适、很愉悦的感觉，很好。好像每次看电影我都会犯困，你在的时候会很开心，食欲也变得很好。真的假的？我已经明确，我可能更想释放自己小孩子的那一面。我推你。你推我。这个女孩真的招人喜欢，很有魅力。我可算知道为什么你会躺在上面躺这么久了，好舒服。我觉得好抽象哦，我们两个人，好好玩，好好玩。幼霖确实是我接触的男生里头最让我放松和开心的。你这是碰碰车啊！完蛋，失掉。哇，对了，就是开心的，止不住的开心。Yep。哎呦，哎，这段也挺美好的。你把我埋了。埋住了吗？埋住，就是我已经明确后面的阶段是要跟周幼霖深度的接触，想让这种很自在、很轻松的感觉延续。此刻的心动对象是你接下来的唯一答案吗？我觉得还比较确定的，因为我不想跟其他人玩，我就想跟他玩。哎呀，丹琪流露出他很小女生的那一面。幼霖现在是最难猜的。现在请你慎重选择。这么多天下来，我的好感的方向是明确的。来了海南以后，就是发掘了丹琪的一些优点，对。丹琪是你退而求其次的选择吗？啊，我好会问啊！我天哪！那肯定不是。丹琪也是有想了解的一位。你会觉得接下来的唯一方向是清晰的吗？我觉得算是比较清晰吧。就是我觉得现在跟丹琪接触的挺好的，然后就是慢慢接触，慢慢了解嘛。但是可能就是还没有到达那个真正心动的那个点。所以我没有选择报道。他说算是，他放弃了，还是蛮诚实的面对自己当下状态。前面的话一直是对刘刘比较心动，但目前就是可能跟刘刘，不是很合适吧。你觉得心动突然消失的原因是什么？我觉得问这个问题挺好的，对，帮助周幼霖梳理一下自己的内心。也不能叫突然消失吧，是可能看到他生病啊或者不舒服的时候，就是可能还是有一点波澜吧，就可能有点心疼之类的。刘刘在房间吗？他是生病了还是咋回事？今天他不太舒服。他吃了吗？他吃了点零食。刘刘还是他心里一个比较软肋的地方。哎呀，音乐恋。你已经卸完妆了？
对，因为刚刚吐了。吐了？为什么？不知道，就是突然一下很难受，然后就吐的眼泪鼻涕全都糊在脸上，我就谢了。那你还擦？那你还擦什么？你别擦那个。那我就。其实心动没有消失，只是发现不合适。作为朋友的关心是想的，对。对这段关系有遗憾吗？会有一点。会有一点遗憾，就是说还想要还是有一些喜欢嘛。柳柳会摁吗？天哪！其实整个旅程中的话，我觉得我的心动对象是有在变化的。越到中期，可能我会越纠结自己的心意。我会说，在最开始的2到3天或者2到4天，其实会对 BK 有一些生理性的喜欢。他可能比我更先想清楚。人和人接触下来之后，总有一方会更先反应过来，所以我觉得跟 BK 的关系没有什么遗憾。其实我觉得跟幼龄的关系，我如果要用2个字来总结，我的最大的感受就是错位。就是我要喜欢你的时候，你已经不喜欢我了。而且他俩总是会中间有一些枝节存在。对，其实我可能从他会先给我发起邀约，然后到帮我点一些热的外卖照顾我，然后以及在我和其他人约会的时候会突破一些规则，然后来找我的时候，柳柳，我来接你吃夜宵。就是可能到6到7天的时候，就是日常相处，他的一些就是细心的点，会让我心里就是会有咯噔一下的那种感觉。很感动，也会让我想说，我也想要去了解这个人。但其实我那个时候没有意识到，他其实可能已经憋在心里，觉得我已经迟迟没有给他正反馈，其实他是已经在犹豫了。所以其实给他带来了一些困扰。然后等到我们真正2个人在海南坐下来深夜聊的时候，其实那个时候2个人的感觉已经是错位了。我不知道你能不能感受到我的心悸。我感受不到，然后我也接受不了。可是我话都没有说完哎。算了。我觉得对我来说的正反馈是我，比如说主动打招呼啊，或者是说靠近他聊天啊，就是我自己会很幼稚的觉得啊，我做到这个份上已经是给别人正反馈了，就是我自己会很端着，会有小女生的那种心思，好像是冥冥之中有一种巧合让我们总是错过，我觉得这个是遗憾吧。错过，对，错过。在自由邀约的时候，你在周幼玲面前为什么去约林李正？哇，你们好敢问哦，真的好敢问啊！这很关键，这个问题。问的也是我们想问的。因为，我会比较纠结的是，当时李正确实很直接，然后会毫不掩饰地说出自己的心意。那我当时是觉得跟幼玲和 BK 相比，他的直接是最打动我的。但是我觉得我当时和幼玲的关系，我觉得是正在暧昧的，所以我不想说给他有一种我又在和别人暧昧，同时我又在和你暧昧的感觉。露营那一天吧，幼玲和李正就坐在我旁边，但我其实谁都不敢互动，就是我会觉得自己是完全的胆小鬼，然后完全的不敢展现自己的心意的天平是偏向谁。所以在我们争吵的前一天，我就想说我想要对所有人都坦诚，所以我不想在避讳在 A 面前去跟 B 交流，或者是在 B 面前跟 A 交流，我想要坦诚一点。就是坦诚的想告诉他们这2个人我都先了解。对，
想跟从自己内心去了解两个人，所以我也就在他面前直言不讳了。我觉得没有必要说我跟他聊完，我再自己偷偷去约李正，然后给他一种错觉，说我还是只发起一场约会。对，所以我那天做了那样的决定。周总他觉得坦诚就是你只 follow 我一个人，这叫坦诚。他的坦诚会觉得说，我坦诚的告诉你，我两个都想接对，触。所以他俩对坦诚的理解也不太一样。我会觉得跟李真的关系，在对他想了解的情况下，还完全错过了表达的时间。对。可能李真有跟你说啥吗？他觉得他可能对西会感觉相处比较舒服。其实我发现我跟他交流非常舒服，我也不会去问你们聊了什么，因为这是你自己的事儿，然后我想去约李正是我的事儿，你明白吗？我看到大家可能各自都有一些选择之后，我就会本能的想要后撤，就别人可能已经切断这个心意，想要重新的找回自己的时候，那我觉得也不要去打扰别人，所以我也是有在克制自己的心意的，就是为了让自己不会在面对这两段感情的时候痛苦。可能跟大家聊完之后，我觉得我现在更多的是一些释然和跟自己和解，所以我会说我现在的行动对象是空白的。我选择不爱，我选择不爱。哦，他选择不爱，他的心意和那个确实老是错位。对。我觉得在接下来的旅程里，然后能够尽量的去展现自己更真实，然后更坦诚的一面吧。对。如果再给你一次机会，你希望跟这两人再深度聊一聊吗？我觉得我是想说，我觉得我会，就是如果说我自己最真实的想法的话，其实因为我觉得两个人其实我都有遗憾在，然后我觉得就不管是不是要再继续发展感情线，我也会想说要讲清楚，能够把这些遗憾给完成。就比如说跟幼玲错失缘分造成的，我都想说能够跟他再完成一次我们两个都想要的约会。然后跟李真的话，我会觉得就是想要完全的把他对我的疑惑，或者是我对他的想法，我都想要完完全全的说清楚。哇，对，因为他们前面确实是没有说清楚的。你最难过的时刻是什么？他这一刻是无助的，我的天哪，真的好，又有点难过。我觉得其实他才是那个就是最受伤的人。对，他一直都是不想伤害别人。最难过的时刻可能是因为自己心急，然后动作变形，导致跟两个人都没有说清楚，然后让两个人都感受特别差的时候，真的是我最难受、最自责的时候。就是其实我会前期因为自己的钝感，然后加上自己的怯懦，我不敢对两个人都很明确的表示说我的偏好，会有一种不知道自己在干嘛的感觉。他其实现在是有点自责，觉得自己搞砸了。他说不知道自己在干嘛。对，其实我这几天也会很惊讶于大家的大方，可以很明确的做出一些选择的时候，我会很羡慕，然后会想说那自己现在是在干嘛。
后我觉得我的感情在那边好难去发展去选择，我会想逃离小屋，又很可怜感，又很心疼感觉。我刘柳才出来，你去那么久，错了。委屈了，委屈了。天哪！我呀。但是我一个人白走，好难受。他真的很无助，他真的不知道怎么办。他真的不知道怎么办，他不知道怎么做。对，然后因为不想要伤害别人，所以连表达自己情感偏好他都不敢。不要再做了。其实他内心很难受，他不知道怎么处理那个情况，然后就是怕讲出来了，另外一个人会受伤。对。但我觉得来了这个节目之后，对他是有帮助的，成长，对，是有成长的。他可能也头一次这么剖析这些事情和自己。李正，咋了？没有，等你打完电话我再找你吧。哦。咋了？咋了？那我坐你旁边。你要坐我旁边？对，我说坐你旁边。去找李正聊一聊，解开这个误会。就是，这么沉重？没有，我是在想怎么说，就是其实，我本来是打算也没什么好说的，就这样嘛。但是，我想先问，就是我们之前沟通，你会觉得我的表达你很难懂吗？就是我是想说，如果我的表达让你觉得哪里很难懂，你可以先说，然后我看怎么规避这个问题。就是我可能让我的表达更……你表达的其实很清晰，但是我好像当时没怎么听懂。是哪一次？感觉每次都聊了好久，但都是不太明白。但应该是我的问题，不是你的。没有，我觉得是我表达有问题。你应该没什么问题。我觉得我的表达有问题。他不会表达，因为他表达方式比较委婉一点。但现在就是不是没怎么听懂，就是有点感觉似懂非懂，但是还是云里雾里。对，我觉得不是你的问题，而且我也建议你不要都觉得自己有问题。我觉得确实是这里有问题。没有，我觉得反正就是我首先能意识到我的表达是有问题的，然后我这个就是想说我的行为模式是我没有办法同时跟两个人暧昧不清，然后我心里想的可能是说，那我要先看跟这个人合不合适，然后再我这么说是不是又让你听得懂？完全听得懂。真的吗？李正好可爱啊！李正现在整个要立正了。对，然后我就会觉得为什么我自己会这么端着，或者说这么胆小，就是会总是想要回避，但其实我心里不是说。可能你会比较在意别人的想法。我感觉之前会，但是那个时候我
就是感觉不想让大家都觉得我在跟每一个人暧昧不清吧。就算有好感的人来了，然后我可能也是先不要给他释放信号，就是我可能自己是这么想的。我觉得真的是可以概括为装和端着，绝对不是，真的是装和端着，然后让，就是让。不是，我觉得就是还是第一天来那一句话，就不要否定你自己，你就是要有配得感，然后你选不选择都是你自己的事情，对。你正好啊。要误会了吗？不会的。Hello， 过来吧。你看，你这很大嘛，你这 Hello， 过来吧。过来吧。教科书的做法，敞亮。没事，我待会儿会跟他说，我会。没关系，他肯定不介意，我会跟他说的。我是想说，我还是想很正式的跟你道歉，就是我觉得，然后我也很郑重回应你说没关系。我现在我觉得我是说这些才是没有委屈我自己，我说这些才是会挺好。舒服。对，如果是那你很棒。对，他心思已经不在这个聊天场里了。他有没有在听啦？这个男人爱和不爱好明显。对，他性格好可爱，藏不住一点儿，没有一点儿那个虚的，没有一点儿废话。好，你真棒，没关系的，其实。太棒了 ，OK 啦 ，OK， 那就这样喽 ，OK 啦，我先走喽。我今晚说你有听懂吗？我还是很害怕我的表达。听懂了，所以我觉得你很棒。谢谢你。哦，然后还有就是我们那天，就是就其实到现在或者从一开始，我也想说的是，没有那种所谓的怜悯，然后我知道，我可能我用词不当，对不起，用词不当。左里拿搓开搓了。就是从来也没有说想要，因为端水，然后说我想来了解你，从来不是这样的。对这个，那你很棒，你很棒，还是这句。他怎么现在开始 AI 了，自动回复豆包了，开始。那就好好享受。很舒心，说出来好多了，很舒心，谢谢你。没事。太开心了，谢谢。开心了，希望今天的沟通是有效的。挺好。那我回去了，我会跟希慧说一声的。行。这两个人都很可爱，都很可爱。如果你遇到他，你说我在这边等他。行，没问题。希慧啊？哦，我想。六六很好，他主动去跟他讲了。然后我刚跟李琛聊了，我就把之前的话全都说开了，我没有聊其他的。不是，我觉得肯定要跟你解释的，就是我把之前的话说开了，然后我们现在沟通完了，他说他在上面等你，他应该也会跟你说，对。好。搞完了。开始报备。刚刚柳柳又给我道歉，说他这几天跟我讲话没听懂，说他表达没问题，然后我就跟他说他的表达没问题，他说他表达有问题。赶紧解释，生怕他有一丁点儿不开心。求生欲浪嘛。然后我就是一顿输出，认可他，然后提高他的配得感，然后其实我也如坐针毡，我也不懂要怎么说，然后他觉得我在越发越的安慰他，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走向越发越安慰，反正我感觉这个谢谢你这个频率已经高达20次了。一直解释。哎呀，好可爱。那我就是觉得有必要跟你讲一下。你们可以聊呀。你们可以聊呀。对，但是聊得很正经。对，就是这么个情况。他一直倾向慧慧这边身体。我不想让你担心什么的。开心。你不会不开心吗？你不开心，你可以直接说。没有啊。就是有。女生熟悉的场景来了，你有生气吗？宝贝，你怎么了？没有啊，我没事啊。我 OK 啊，OK 啊，你不用跟我解释啊。讲一下，肯定还是开心的。
就是我其实是跟他们表达的是，我们都是开放相处的，没有谁跟谁已经谈了这种，所以如果你要聊，都是可以聊的，都挺好的。其实反正聊完了之后，都也来分别跟我去聊了。其实我觉得现阶段我们两个就是属于交流相处舒服，并且想要和对方有更多的接触和了解的阶段，慧慧的性格也特别好，对，慧慧性格很好。哦，她要选择。其实我这几天一直在梳理，无时无刻都在梳理，都在想，就是我觉得慢慢清。但是这个努力就不太对。我不确定我到底是否达到了真的很心动的状态，因为只有到心动的时候，我才可以去考虑决定我是否要和这个人在一起。好像在逼着自己去厘清一些我到底对这个人有多少的好感，我到底喜不喜欢他，我们俩之间有没有可能走向后面的那一步。我觉得轩轩肯定会按，感觉建莹不会摁了吧？好期待啊！这一对必须给我理清了吧？这一对理的有点太清了，理的都没有悬念了。我现在到目前为止，你付出了多少真心？10分。刚开始会有点小心翼翼，但是后来来到三亚了以后，就完完全全是可以100%的做自己。我认为到小屋目前为止呢，我做的所有事情都是很真诚的，所以呢，我愿意给自己一个10分。好耶，好喜欢，10乘10就是100分。目前为止，心动方向是否清晰？一人、多人还是空白？我认为我的心动方向很清晰，是一个人。这个人是塔塔。一人，陆炳坤。陆炳坤，哎，叫大名这首很浪漫啊。就是喜欢，很喜欢。就是喜欢，很喜欢。在半熟小屋里，你觉得最高兴的事情是什么？最高兴没有，但是我每次见到炳坤的时候都很开心。哦，这歌太甜了。感觉在小屋里面很多事情就是属于那种自然而然就发生了，很神奇，就是每一件事情都发生的很巧合又很奇妙。我跟他是最后一个选房间的，他竟然就住在我旁边。这应该是你的。好的，你晚上不打呼噜？不打。跳舞那天就知道我跟他是学校只隔一条街。你之前在哪里？伦敦。UAL。对。我设计的。哦，那我在你隔壁。连当时在英国住的地方都是面对面，只隔了一条马路。其实说不定很早之前就是擦肩而过过。对，这种宿命感也是，就感觉埋了很多的铺垫。身份证都是3304开头，很多事情就很巧合，巧合到我觉得我不用勇敢，就是已经有点像命中注定的那种感觉。命定感，我右边的第17位。还是他了，哎，真的，17是我最幸运的数字。就这一下，别着急。你是我带过最棒的学士。这个王同学是我最近教的最有天赋的学员，需要点力量。然后在日常的相处里，也感受到很多的信号。你是唐嫣吗？请问你是罗晋？是。我喜欢你，我喜欢你。有一首歌叫《Double》，我把洗澡也放在头上。对他的好感越来越多。
哇！越来越心动。他俩好配啊！而且他们俩是有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对。最快乐的时刻，我觉得是第一次去摩托艇，我是牵着他的手去的，我做出了比较勇敢的一步。没事吧？我觉得没事。哇！他主动牵了塔塔，初恋的那种感觉。你现在紧张吗？有一点点的吧。双方在那一刻距离都变得更近了，然后感情上在那一刻也有了一些升华。我来。还好有你在，我在想说，小屋里面我选不出第二个人跟我一起做这个东西。哇，离太近了吧？浪挺大的，现在有别睁眼，能吸引。十指紧扣了。你超我这个，我假发吹掉了。然后每天的路上，当时呢，就是开着车，然后看着夕阳，吹着海风。哇，太美了吧！做梦都没那么美。播着我们两个人喜欢的歌，这个画面呢是我憧憬了很多年的一个画面。好配啊，我的 CP！ 真的真的。这个浪是这是 MPC 吧？这，他在小屋的出现让我觉得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好东西怎么都被你赶上了？这个也被赶上了。哎呀，这个也是赶上了啊！心动每天都在增加。他们俩就是王子跟公主。对，有王子和公主。这两天我最印象深刻一点，那天，你那天给我讲的，我有点差点哭了。虽然大家都是出国时间挺长的，但是我7年换了8个不同的地方，所以呢，每年都是不到1年或者不到6、7个月就要搬行李走，所以我对我自己在国外定义呢，就是像我跟行李箱一样，只是说我会长一双腿，所以我也不会跟其他人袒露很多我自己的事情，因为我觉得展露的越多，就越容易被人伤害。你那天跟我说，就是如果我放松的时候，你想看到我放松的样子，然后你也接受我另一面的时候，我当然就很想哭。现在讲的其实挺……哎呀，我也很需要你啊，你别动行。我也很需要你啊，这是我想看的，哇，就是我想看的。在与他的关系里，你有犹豫和害怕的点吗？在目前为止，我觉得双方都是比较勇敢和真诚的。唯一有顾虑的地方，是因为我们可能在不同的城市。异地。犹豫，我可能是前几天我不知道他到底是什么样子的一个真心，但慢慢，这个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然后了解到的彼此之间的真心以后，就没有任何的犹豫跟动摇。只能说是有顾虑，但是我觉得没有必要害怕，因为相处过程中我们会攻克许许多多的事情，所以害怕解决不了问题。当下已经很开心又很美好，然后我不会去过多的焦虑未来要发生的事情，因为你焦虑你也没有用，就很多东西都是顺其自然的。对，这个心态真的是，爱可以解决很多事情的，你就什么上海、北京拉在一块。对啊，南极、北极都不算远。上海、北京，上北京。现在是否已经可以进入恋爱状态？是的。感觉已经进入了很多天了。感觉已经进入很多天了。太好了。我觉得我们双方都做好准备了，因为我们心意相通，所以我们就决定一起前往发光小屋，做彼此心意的见证者。他俩肯定互拍、互按按键。我好喜欢这种确认感哦。嗨，来吧，你先，你最优先。一起，3、2、1。哇！这个就
此刻他们就是正式的情侣关系了。好漂亮！哇，朋友们，很梦幻，很不真实。当我们同时按下这个灯的时候，我觉得彼此都是很坚定的选择。其实，在小屋的这几天也看过很多场烟花，但是唯独今天这个烟花是属于我跟他2个人，特别的浪漫。可以亲你吗？可以亲你吗？我可以亲你吗？亲你吗？哇，这个接吻真的教科书等级收录。我觉得我们之间的火花，可能也是一个缘分上的安排。很多事情可能冥冥之中就是一种已经设定好的一个缘分。我也想你。太差不多，就有点想你，下来看看。然后这是有一点呢，那我是很想你，没有办法。哎呀，真帅！哎呀，已经。我就发现是不是不能离你太远？但是我们走近点。好，你错吧。哇，这好漂亮，真好呀，真好！祝福，最好的祝福给你了，太塔塔，太浪漫。好，别紧张。我觉得这是挺珍贵的一个回忆。在海边亲吻的同时，有着烟花和海浪相伴，就是梦寐以求的场景，所以它会一直在我的回忆里。走吧。妈呀，拜托，这节目一直做下去吧！我的天哪，我真的能一直看，我真的能一直看，我每集看我都想看，我要命。小心。去放个鞋。刚刚有看到烟花吗？谁放的啊？你们还在问？啥？已屏蔽。哇塞，是不是啊？隔壁酒店放的。隔壁酒店放的。我远远的看到隔壁酒店结婚的人在亲嘴。看到了。看到了。对啊。可是为什么你们能去看呢？就看到2个蓝色的，然后就抱在一起什么的。你俩。这种时候被起哄是很幸福的。对，既然话都这么问了，所以怎么说？表白了。哎呀，喝点吧。咋样啊？就是都暗灯了嘛，然后烟花下面亲个小嘴。天哪！祝福！抱抱猫猫。抱抱猫猫。想，但还没这个机会。想是正常的。羡慕死了。李正好可爱。李正已经放飞自我了。给人都吓跑了。恭喜一下，那个 BK 和塔塔已经正式成为了恋爱关系，然后同时他是我们这么几季节目当中最早一对确认 CP 关系。哦，是的，有很不一样的意义，恭喜他！恭喜！双向奔赴就是快，2个人都付出10分的人，你们值得拥有，10分让人觉得美好的一对。对。尤其考虑到他们一开始的时候，双方都不是选对方，可是很快的就走到了一起来，所以出场顺序其实没那么重要，双向奔赴比较重要。对，而且我觉得刚刚那个 BK 哭的那一段好动人，我也是，好喜欢。因为 BK 说实话他年纪小，但是看着真的蛮成熟的。其实他有很脆弱、很想被人保护的那一面。对。然后他突然卸下防备的时候，我确实没想到一个女孩抱住他说我也很需要你。而且 BK 愿意去在塔塔面前表露自己真实的心扉，说明他们俩的心理距离已经相对来说比较近了，而且比较信任彼此了。
所以他愿意把这部分的真实展现给可能已经有心意的女生，证明他其实已经内心很接纳他了。太棒了，这个真太棒了。还有那个问那一下，对，我可以亲你吗？恰到好处，一切都是。我可以亲你吗，哥？不行不行，我没说完，哥。这个哥哥真不行，你都喊哥了，你说呢？刚刚我们看到的几组，其中我觉得有一个非常值得讨论，就是柳柳的选择。对，他这一刻大家怎么看待他放弃的这个行为？我觉得好心疼，我就听到他一直说我不想再做选择。我觉得他不是只是在哭泣这件事情，就感觉他的人生都在强迫他做选择。我就觉得他到底经历了什么？对，就是心疼。其实我觉得他很大的问题，就像其实像林李珍说的，就是配得感很低的问题。对，他一直在去问别人的选择，问别人的感受，但他其实忽略了自己感受。比如他在林李珍面前，他其实是打开的；他在幼玲面前，他其实是包裹住自己的。他是有下意识的那种感受的，但他也没有办法说出来，说你给我的压迫特别强。对，看起来就像端水，但其实他就是不知道怎么做。对，他说我很讨厌选择，实际上在日常生活中，你不做选择就是一种选择。对，双方都有可能因为你的不选择，同样会产生后果。我觉得海岛之行可能给柳柳是个很好的成长机会。希望他能更好的下一步的出发。就是刚刚他们讨论当中，季宇和慧慧说的时候，他就说在乎一个人会让一个人的状态变形。大家会有自己共情或者共鸣的这种经历吗？我觉得啊，就是因为上一季我们总在说楚门的世界，其实就像他们在里面有提到说，在遇到情绪的时候，可能在小屋里的各种环节或者是真秀的情况下，导致动作变形也好，我觉得这都是真实的自己。哪怕楚门的世界它其实不是假的，楚门的世界本身也是真实的。对，我觉得更多的是享受当下，不管是变形给自己带来的焦虑，还是当下的烟花带给自己的绚烂也好，就是去享受它就好了。你如果受到压力的情况下，你会说一些变形的话吗？会啊，当然会。但是我觉得其实没有关系。像我有一次跟我老公吵架，然后我可能就脱口而出说，我家要怎么样，我的钱要怎么用。挺伤一个男人的，说实话。对，就是我觉得其实在背后，我就是觉得这是我的东西。对，我就是很诚恳的跟他说对不起，就是我觉得我真的可能从底层，我觉得那是我的。我也不会说我没有那个意思。其实你有那个，你还不如就说我就那个意思。对对对，因为你越解释越辩解越解不了，因为都是假话。我就觉得一下子就承认自己没有那么完美，也是一种完美。对。就是要接纳自己那种变形的状态，不要这个时候再苛责自己了，因为我觉得人又不是机器人，对不对？我们有情感，对。只要我在这个中间去复盘，我发现自己的成长，我去真正了解可能自己内心的创伤是哪部分被应激出来了，那个东西解决了，我觉得是更重要的。其实我们前面已经反复在讲这个概念，不要用创伤，那是负面的词。学术里叫情感标记。为什么你在特别紧张、特别在乎的人或者压力很大的情况下，你会有很多变形？是因为你的情感标记会很浓烈的出来，它会抑制住你的新皮质那个理性的思考。很多人你会发现在关键时刻他能理性，他能往前走，有的人一有问题上头就不行，实际上是因为你可能没有训练过，你自己要学会跟你的大脑去对话这件事情。是的，我想分享一个特别细节的心得。我这个心得就是完全拘泥于亲密关系里面，然后因为过于在意的时候，就是容易上头，会说一些很过分的话，很难听的话，很难听的话。但后来我真的是最近发现了一个办法，帮助我解决了这个事情。就是在你要过激的时候，你让自己的语言只说一件事情，就是说你自己知道的事情。对，比如说我给你打电话，我说了我很想你，第一时间给我回电话，但你没有给我回电话。第二件事情是说我的感受，我觉得我非常难过，但是我不加第三句话，因为第三件事情我不知道，什么事我不知道，你就是这样，从来不在乎我。我会发现，只要不说到别人的话，给别人下定义的时候，你就不会有变形的那一个的出现。但我突然发现，我有一次也是变形。你们带家人去旅游过吗？可以马上 get。就是你们带家人去旅游过，你就知道那个带家人旅游的那个压力，真的很容易让你变形。
我有一回带我爷爷奶奶、爸妈，然后我小侄儿，然后我哥嫂子，就一大家子去一个地方去旅游。然后我就发现，当你带着老中青三代人去旅游的时候，就所有的事都会有3种意见。然后我到最后，我就实在是在家里老人大发雷霆，然后生气之后，我真的是就是我说我以后再也不想咱们一家人出来旅游了。但那个时候我突然意识到一个事，为啥我们总是会说出一些过激的话，尤其是对家人和对亲人，是因为这个事情你发现每一件事情它牵扯到的都是好多事情。对，因为那个压力它不是这一下的压力，它是累积的一个压力，你可能到某一个点你就突然之间可能扛不住了。有问题不可怕，就是要发挥能动性的去解决它，有意识的去解决它。对。要跟三亚 say 拜拜了。他们3个女生是一班，那就是分成了4个航班，12个人嘛。那所以你明天要拿很多东西走。1、2、3在行李箱。时间点任务中，我还要收一会儿。拜拜，晚安晚安。他们俩已经是面团了。是的。南亚这一段真的是大起大落了，这一段记忆应该会留在我的记忆库里面的。我觉得这几天玩得挺开心的，我和轩轩也在进一步的接触，尤其是在海南这几天，我们接触就比较频繁。我觉得挺好的。然后，我们回到上海也可以继续很开心的去接触，和大家一起去玩。哎呀，拜拜，晚安，拜拜。我觉得大家相处都很融洽，然后我也做了我想要做的。对于不管是绿洋还是西汇，我都有一个很明确的态度，然后表达的都非常的清晰。就是我觉得慢慢清晰了一点吧。我说，心动值到达90可以谈恋爱，我目前的心动值是75，所以就是我希望剩下的15能够在小吴剩下的时间补齐。慧进展还是比较快的哈。是的。感情方面，我觉得就顺其自然吧。也希望上海的小屋能够褪去海南的燥热，让所有人的心都平静下来，可以好好的思考以及接触对方。咱们几点走啊？这儿你知道吗？12点。哦，我还1个小时呢，那不着急，我先帮你把东西弄好，我帮你拿出去。你跟谁一班？瑞塔。我跟瑞塔还有轩轩。拜拜。拜拜。晚上见。好，拜拜，上海见，拜拜。上海见，上海见，上海见。回去了，回去了。You say it's hard. 终于回来了，走吧。哇，西汇是第一次来，第一次来，你是第一次来，对，欢迎小吴，从没有来过的全新版本。那你现在应该会很兴奋。对，我现在眼睛就是到处看。有人回来了吗？哇哦！哎，原来我们3个是最快的吗？不对啊，我觉得应该有人先回来了。这一间是什么？你可以参观一下先。你住这个房间啊？邻里镇在你旁边。哦，这是邻里镇啊。真巧。哇，下去吧。午饭，你准备做点啥？我买了牛肉面。谁的本子这么好看？出周先生。谁的手账啊？哇，这放在桌上的呀，谁写的啊？啊，这是什么？这什么？这是不是不能看？不对啊，然后还有写给丹琪的，这谁写了？不是，应该是有人要退出了。